地上真的是湿的，不要开玩笑。Yes。干地的话，这个弯就很爽了。你看一点点吧，我已经很找他了，迁就他了。我和你说，我有一次，喂，看着。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我的 Part 2冲上云霄系列啦。哇，这几天下雨下得不停哦，毛毛雨也下，大雨也下，总之是不停。但是很奇怪的，今天我要拍这辆车的时候呢，从昨晚半夜开始停雨，现在地上擦几乎都干完了，但是还有点湿啦。如果你们看我上一期视频，我是试驾这辆 Nissan Fairlady 350Z 来到这里的，我隔壁就有位车主 Gary、MCCM， 还有我们 AMC 的 leader 哦。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上个视频呢，大概也介绍过这辆车呢。其实这个视频我其实很想专心去试驾这辆车，刚刚上手不到20分钟。这辆车有一点小小的难度要加，在于它的离合器跟油门的方面。第一，油门敏感；第二，离合器要放得很高，所以有一点难。我看到350Z 在马来西亚好像没有人加过上山，介绍这辆车的马来西亚好像也很少有。本期视频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我们正式进入视频 ，Let's go！这辆车的引擎是没有改过啦，原装的3.5公升自然吸气引擎，代号为 BQ35DE 的引擎，287匹马力，371根牛顿米啦。这辆车重点是手排啊，避震器是 Zero One Go， 前面有拿新的4活塞叉车卡钳，前面245/40R18 Continental MC6， 后面是275/40R18 Continental Conti Sport Connect。这辆车听讲很听话哦 ，Gary 有告诉我，前面车头重哦。你 MC6 不要期待太高。但是不便宜哦，轮胎哦。前面 MC6 真的有一点失望了。是这样的咯，我们这个车这样重哦，一定是没有 Hill Sister 我跟你讲，但是，哇，那个 clutch 真的放得很高啊 clutch。辛苦你了，有一点点硬的 clutch。硬，然后行车很短吧，踩一点点就够了。这辆车呢，我是放不到那个 GoPro 在仪表上面，因为怎么呢？它太靠近我了。我的如果 GoPro 放在这边的话，它太大，然后 focus 不到，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看得到了，因为我坐的坐姿是不能调了，椅子的 bracket 刚刚好像有点问题，是真的是调不到前后。OK， 所以就这样啦。那我会开一点窗给你们欣赏一下这个 V6 的声音 ，GTR 的声音哈。地上有点湿啦哈，你不要 expect 到可以加多快。这辆车也没有讲你拿来想象中哇这么有力哈，很多人以为350Z很有力，其实它没有，才不到300匹啊，也不到400个 torque。主要它是手动挡哈，手动挡原装的，没有 convert 的。哦，我看油哦。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车是真的重啊，车头很重。
就是哦，转向精准，推头少。后面。其实他没有想象中这么爱甩尾啊，因为 ESC 在开着啊。哇，我一放开油门，它是有爆那个 exhaust 是吧？对。哇，爽！很喜欢那个倒 shift 的时候有降档补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降档补油，你可以去看我之前影片，点击右上角去看哦。其实也是为了更顺啊，我们不会有顿挫感，也保护我们的车的 synchro， 还有 clutch。哇哦，地上真的是滑 bro。哇，这辆车真的是很多人拿来漂移哦。好像很好飘的一台车。如果拿来漂移，后面的侧角 setting 是哦，稍微改一点。哇靠，它出来直接新的也不用打了。Good。开个灯，哇，它开灯了之后，它的米的亮度也不会讲暗一点的哦，是晚上还会暗一点哦。还好，亮啊，这个米的。声音，我真的无法形容，我一直在讲它的 V6，真的是 V6是一个热血澎湃，让你激情满满的一辆车。哇，后面那个My V 一直很快一下，不是开玩笑的。哇靠！喂，真的，赶四 D 不是很好玩的，是很刺激啊，真的很刺激。我跟你讲，这种甩尾哦，你会怕哦，如果是新手第一上手。哇，明白，这种后驱车。就是有一种乐趣在于，你要有一个 skill， 要有一点技巧，不然的话当你甩尾出去的时候，你不懂怎么去反应哦。的确哦 ，MC6 在这个车真的很推头一点点。对，我们普通家用车是 OK 啦。这里路又是很烂，还有，不过它的脚牙避震 01蛮舒服一下哦。我已经调到最硬了的。对。如果 prefer normal drive 和 comfort drive 的，01是一套不错的，真的是不错的 exhaust。
又想甩一点哦。它跟我之前驾 Sean 的那个330i 哦，很有那种 feel 嘞。330i 在 Sport Plus 的时候，它就是你一踩油，它的特定那个车身会扭一点，给你去做一点甩尾这样的。这个350现在也是这样子哦。它就是爽域，就是它给你玩，然后它又可以给你 control 到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吗？我觉得我还可以反应得到啦，因为车身虽然是重，但是至少我还可以及时反应。哇，有点不太习惯了哈。地上真的是湿的，不要开玩笑。弄路啊？不会吧？哇，动了！这里是4楼，你看。又来甩，这辆车真的驾惯了前驱车，再加后驱车有点不习惯，它会屁股错哦，就是这样哦，尤其是现在湿地哦。湿地是超级容易，这样你驾好像有点怕怕哦，下雨天的时候，应该你有一点习惯了吧？习惯了啦，就是要那个出弯的时候，那个油门不可以一直踩，是哦，要踩一点点这样哦，踩一点点不能踩多，你一踩多它就。它后轮一拉不到的时候，它就会 spin。好像这个弯是有一点挑战的啦。这个是干地的话，这个弯就很爽了。你看一点点吧，我已经很走它了，迁就它了。我和你说，我有一次，看着。虽然我不是故意要换人，但是他就是不用看窗口啊，直接进炮。我有一次下雨天上来云顶，我是踩一点油门就 spin， 踩一点油门就 spin， 更刺激。哇！我现在一点点油门，3号牙都 spin 呢。3号牙的照道理来讲，底转速的扭力也没有这样大，把它还是 spin。所以 Conti Sport Contact 是4D 就糟糕了啊！你看，我其实也是很慢吧，我才60吧，看60它就是我也没有，我不想要了，真的不想要了。虽然刚刚没有车，我可以试一下啦，这样大条路。哇，越来越湿了有可能天气冷，所以它没有这么勇敢。我尽量不要它甩。小心这个弯。看，就是这样。哎呀，有点失望，给大家有点失望，因为那个地太湿了。所以驾后驱车上山要小心哦，不要以为好像有 grip，但是至少要给我 feedback， 我已经知道这辆车它的轮胎已经是打滑了的，已经是没有 grip 了。ESC 一直在亮哦，在闪。这个弯也是很 tricky 哦，看。
前面又推头，后面又甩尾，它整个4个轮是没有在粘地的，刚刚，所以就是哦，你看，哇，不容易。不容易驾，是开玩笑的。哦，不要，有一点。我通常一看到这样的地啊，我就险了咯。慢了。我通常一看到这样的地，我就很险了，一定险了。哇，这个圆顶一定很冷的。哦，来了，他又来了，我不给他来，我不想你来。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啦，我体验到那个甩尾了，哎呦，他会看有 ESC， 然后会把你 break 一点点，尽量不要让你甩尾。可以关哦。不要，我怕，我还没有学漂移，我是对漂移有兴趣啊。前面的打压式的很滑，很不听话。之前你拍那个86的 review， 我在后面，我前面的轮胎一直不听话，也是这粒轮胎，也是这粒轮胎。那时候前后都是 MC6 啊，更屌啊！现在 Sport Contact 还好一点。一直看油，我刚刚想要甩一点点，他看油太慢了，看油。可以啦，刚刚我们至少在山底那边玩了一下。没关系，如果你们想在看这个两车在上山在干地的情况之下，你留言给 Adrian 知道，Adrian 会找我，我再让他再找一点干地再给他试 ，OK？ 你如果我要去靠雷，可以借用吗？对，这个最好换一个侧板，要不然等一下人家以为我去靠雷，哇，这样车靠雷应该可以。我觉得这辆车很容易把妹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不要中黄标啊！不要中黄标，我不是想要的啊，不想要了啊！来了。有时候你不要让它甩，其实你好像这种车应该是要特地让它甩来爽一点的哦，应该是要这样。甩有甩的爽的，但是要甩的小心一点哦，要有精彩一点，开一点窗给你，很热。好 ，OK， 来先说一下我的驾驶心得啦。这个 V6的声音哦。这个 V6的声音无可否认，加起来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点高潮，我真的是整个裤子都湿掉了。如果你会做 Hildo 的朋友们呢 ，Rev Match 那个声音是哇，真的是好听，它不是那种 exhaust 声，是很吵啊，一个艺术品，一个音乐，你知道吗？这个 V6，然后它的动力来讲，我觉得是很够用的，但是你不能想象它像德波车这样那个斗来的很早啊，然后很有力啊，然后会推背啊这样子，这个不会啦，是很够用给山路的。操控方面的话，我都觉得很棒啊，很定整个车身，特别爱甩，其实我也不想去甩。ESC 会工作没有错，但是它会让你甩一点点的 ESC 再救你回来咯，就好像今天我在驾着那个330i 一样的道理。但是湿地，抱歉啊，我不怎么敢去，因为真的是很滑一下的。不管你用什么轮胎都好，雨天的话还是千万不要加快，尤其是像这个后轮车一样啦。个人觉得，如果你喜欢 VTEC 的爆 deck 的声音，你一定会喜欢350的 V6 的声音，因为它很类似。爆 deck 是高转，很高转，这个是大概6000。这个是一到4000多5000就来了，转速到6600就看鱼了的啊，6000多就看鱼了。对，我就以为可以过红线，可以的 ，remap 过后，这个是 VQ35D1啦，所以它的红线是在
6600。如果你是 VQ35 HR 的话呢，它是大概7000转红线吧，好像是。HR 的意思就是 high rev。High rev，它可以马力高一点哦，因为高转了嘛。对但是扭力低一点点哦。Good morning, everyone. 哦，今天的天气很冷。哇，这种声音就好像你在驾着 GTR， 然后你去 downshift 的时候。我开始习惯那个 clutch 了，我差不多到三角开始的时候，我才开始习惯那个 clutch， 因为它只需要放一点点罢了的，其实。然后油门也是很敏感的这辆车，方向盘是 hydraulic 啦，所以转向都是蛮精准的。哎，这辆车可以比起什么车啊？我没有得 compare 哦，没有的 compare，没有得 compare 我没有得驾过的车啊，你要拿波起来比又不可以。你要拿我驾过的 GT86又不可以哦，GT86的等级不一样哦，过磅会有问题吗？慢一点了。打字过。OK 的 OK 的，只要是 standard 一点的 bump 都 OK 的。不要那些刚崩的那种，或者是工厂区的那种 bump。350Z 期待已久的，可以上山了的啦。OK 这个 6速手排哈，这辆车。OK，alright， 非常感谢 Gary。但是那个 handbrake 为什么要在左边？不明白。重点 market 是应该是给美国市场。这个车好玩之处，它不是一个很有动力，很多东西就是很直接，不像现在的现代的车，很多东西这个电子啦，那个电子，这个还是一个很 mechanical 的车，油门所有东西都是操控于你，那个感觉很好。我们爱驾车人哦，都是喜欢这种感觉。如果是像新华的车，什么 ACC 跟车，又什么 blind spot monitoring、lane keep assist， 哇，我们觉得很嘎叫哎。我们要自己驾车，不是你来操控我，是我要操控你，是吧？对，忘记给大家看哦。它的这个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不能前后。哇 ，OK， 明白，但是跟着米的咯。我觉得驾出去的时候啊，真的是引人注目，真的很肌肉型。记得 follow 我们的 AMC， 还有 FCCM 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拜。